往下制作花片部分，先钩织对应数量的花片，完成后将花片缝合起来，之后再与第一次钩边进行缝合。先来钩织花片，这里单个花片采用环形起针，逆时针环转向外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比较多，同样图纸都会进行标注，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首先环形起针，完成后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调起针动眼，钩织11针长针。完成后收线圈，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拉紧、断线。第一圈完成，接着钩第2圈，在上一圈起立针上接线，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往左挑针目钩1针长针，后面钩2针锁针间隔，往下挑长针的同一个入针位置和左侧针目钩织长针减针，分别挑2个位置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1、2，完成后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完成长针减针，后面继续钩2针锁针间隔，往下挑这个减针的第2针入针位置和左侧针目钩织长针减针，完成后钩2针锁针间隔，后面分别挑前一个减针的第2针入针位置和左侧针目钩织长针减针，减针之间间隔2针锁针，继续往下钩织。最后长针减针的第2针钩在上一圈起立针的位置，之前拧拔穿入的这里。完成后继续钩2针锁针间隔，然后调起立针左侧长针的针目，钩拧拔针连接，拉紧，断线。第2圈完成，接下来钩第3圈，
在上一圈任意锁针动眼里接线，立3针锁针起立，同一个动眼钩织3针长针，接着放开线圈，从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位置调2根线入针，将放开的线圈勾出，织物向前凸起，然后钩1针锁针固定。这里相当于钩了一个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只是由于开始有起立针，钩法比较特殊。往下钩织3针锁针间隔，后面调锁针动眼钩织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先钩4针长针，然后从第1针的针目入针，将放开的线圈勾出，再钩1针锁针固定，完成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继续钩3针锁针间隔。往后分别调锁针动眼钩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之间间隔3针锁针，继续往下钩。最后再开始爆米花针，起立针顶端，入针钩顶拔针连接，完成后拉紧，断线。第3圈完成，继续钩第4圈，在任意锁针动眼里入针接线。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挑动眼钩织长长针，钩针绕2次线，穿入，绕线钩出，钩针上有4个线圈，往下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3次，1次、2次、3次，完成长长针。后面挑爆米花针的位置，挑其正上方的辫子，钩织1针长长针。接着调左侧锁针动眼，钩织1针长长针，一针长针和1针锁针，往下挑正下方，
长针减针的针目，钩织一针长针，这里将上方锁针也包裹进去。钩完后高度与旁边针法差不多，完成后继续钩一针锁针，然后回到上方的同一个锁针洞眼，钩一针长针，一针长针，往下继续挑爆米花针位置，钩一针长针。将之前爆米花针上方的长针左侧到这个爆米花针位置的长针看作一组，往下继续钩织这样一组的针法。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约到起立针位置，挑旁边长针的针目入针即可。继续往下钩织。到了开始的洞眼，继续钩一针长针，一针长针，一针锁针，挑下方钩一针长针，然后钩一针锁针，最后在起立针位置紧拔，拉紧，断线。第4圈完成，接下来钩第5圈，需要挑上一圈挑减针位置钩织的长针背面钩织，找到对应的一针，在背面挑2根线入针，进行接线。立一针锁针起立，对应钩一针短针，往下钩织4针锁针间隔，后面分别挑在减针位置钩织的长针背面2根线，对应钩短针，短针之间间隔4针锁针，继续往下钩织。最后在开始短针上紧拔，拉紧，不需要断线。此时第5圈完成，接着钩第6圈，先往左调锁针洞眼，钩一针不拉紧引拔针，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同一个洞眼钩一针长针，
一针锁针和2针长针。接着钩1针锁针间隔，往下分别挑洞眼对应钩织长针和锁针，具体针法大家参考图纸。继续往下钩织。最后在起地针上拧拔，拉紧，不断线。第6圈完成，继续钩第7圈。先拉大钩针上的线圈，抽出钩针，然后从右侧锁针洞眼里入针，将之前放开的线圈勾出。然后立3针锁针起地，接着挑同一个洞眼，钩2针长针，后面继续挑相邻锁针洞眼，钩3针长针。第2针时需要与下方第4圈进行固定，先钩1针长针，然后找到下方第4圈，在爆米花针上方钩织的长针位置，挑其背面的靠上位置2根线，入针。再穿入锁针洞眼入针，钩织1针长针，然后挑后方锁针洞眼继续钩1针长针，后面继续挑相邻洞眼钩3针长针，然后挑下一个洞眼钩3针长针。第2针时要固定第4圈，先钩1针，然后找到爆米花针的长针，在其后方挑2根线，入针。再挑洞眼入针进行钩织。完成后回到洞眼继续钩1针长针，往后分别挑锁针洞眼，一个洞眼钩3针长针，其中一个洞眼不需要固定下方，下一个洞眼中间的1针要与下方第4圈位置进行固定。往后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结合图纸继续钩织。最后在起地针上拧拔，拉紧，断线。此时第7圈完成，往下钩第8圈，这一圈需要使用2个颜色。同样，我将第一个颜色称为线1，第二个颜色为线2。拿起线1，在上一圈起地针上接线，
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往下挑针目，钩织4针中长针。之后继续钩4针长针，这里钩织时需要边钩边藏线耳。同时第4针位置需要换色，先钩到换色的1针前。到了对应位置，这里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拿起线耳，拉伸平整，绕线将线勾出，完成了长针，同时完成了换色。后面往左跳过2针，挑下一针位置，钩织长针2针的枣形针，先钩织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注意线衣边钩边藏。完成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完成长针2针的枣形针，接着钩2针锁针间隔，同一个位置继续钩长针2针的枣形针，先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绕2次线，穿入，绕线钩出，然后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2次。此时钩针上还剩2个线圈，这个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继续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最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完成长针2针的枣形针，继续钩2针锁针，同一个位置再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然后钩2针锁针，再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这里需要换色，先钩织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拿起线衣，拉伸平整，绕线将线一次穿过，完成长针2针的枣形针，同时完成了换色。我将线耳钩织的部分称为一个角，往下钩织边，先往左跳过2针，从下一针位置开始，一一对应钩4针长针，线耳边钩边藏，后面钩5针中长针，
再钩4针长针，第4针时要换线儿。此时完成了边，接着跳过2针，钩织一个角，先钩长针2针的枣形针，2针锁针，然后挑同一个位置继续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2针锁针，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两针锁针，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并且要换色。此时完成了角，往后按照前面边与角的方法继续钩织。最后在起立针上紧拔，拉紧，不断线。下预留长线头剪断。此时第8圈完成，接下来钩第9圈，先立2针锁针起立。往下分别挑针目，参考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中长针和长针。约到角的位置，先挑相邻枣形针的针目，钩织1针长针，然后挑锁针洞眼钩2针长针，再挑相邻枣形针的针目钩1针长针，后面一个洞眼钩2针长针。2针锁针和2针长针，相邻枣形针位置挑针目钩1针长针，然后挑锁针洞眼钩2针长针，再挑相邻枣形针的针目钩1针长针。此时钩完了角的区域，往后角的位置就按照这里的方法钩织，边的位置挑针目钩织对应的中长针和长针。大家参考图纸，将剩余钩完。
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拉紧，不断线。此时第9圈完成，下面钩第10圈，先立一针锁针起立，同一个位置对应钩一针短针，往下分别挑针目，1对应钩短针，锁针弄眼，对应钩3针短针，往下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挑针目拧拔，拉紧，断线。此时第10圈完成，同时一个花片就钩织好了，线头均藏到织物背面即可。往下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的花片钩织完成，此时花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下面讲解花片的缝合，先进行花片之间的缝合，之后再与第一次钩边缝合。首先参考成品效果将花片摆放好，然后依次缝合相对应的边和角。这里每个花片都是缝合这样的一侧边。下面我演示一下缝合的方法。花片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先取缝合区域的线。为了方便观看，这里我用其他颜色演示，实际使用花片最外圈的颜色进行缝合。先取缝合区域3到4倍的线，将线穿入缝针，然后拿起2个花片，将其背面相对合拢，将需要缝合的一侧朝上，往下开始缝合。首先找到右侧拐角3个短针的位置，挑居中一针的针目入针，后方花片同样挑对应的短针针目入针，将线拉出，预留一点线头。为了牢固，起始位置多缝一次。往下分别挑2个花片的针目，从前往后入针缝合。缝的过程中，将预留的线放于上方藏进去，往下一直缝到这一端拐角3个短针的居中一针位置。最后一针的位置多缝一次，比较牢固。最后将线藏到背面，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多缠几针。此时2个花片的一侧就缝合好了，往后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花片的侧边缝合完成。全部缝好后，最终会形成一个方形。完成后，将其与第一次钩边进行缝合。这里我用小样讲解一下，先摆放好位置。这里将第一次钩边拐角的位置与花片拐角的位置用线或者校扣做标记，然后找到居中的一针与花片居中的位置做好标记。之后两侧可以大致找几个点进行标记。往下仍然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挑第一次钩边的针目和花片的针目对应缝合。遇到花片的缝合位置，可以挑缝合的居中处或者两侧花片拐角的点入针即可。期间遇到两侧针数不是一一对应时，多针的一侧可以挑少针的一侧多缝一针，也就是多针的一侧调2针位置，与少针的一侧1针位置进行缝合，这样就调节了1针。大家实际缝合时根据情况进行调整即可。这里可以从一个拐角开始往下绕圈缝合。由于缝合的区域比较大，大家可以先取1米的线来缝。线不够时，将线穿到织物背面，然后线头打死结，进行接线即可。之后缝合的所有线头和接头都放于织物的背面，全部缝好后再藏到织物里面就可以。缝合的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自行将花片与第一次钩边缝合完成。此时花片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往下钩织第2次钩边，沿着花片外围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长针正拉针、短针的反拉针、长长针5针的枣形针，请看我演示。首先钩织第1圈，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先在任意花片的拐角洞眼接线，调锁针大洞入针。然后立3针锁针起地，接着钩4针锁针间隔，同一个位置继续钩1针长针，1针锁针，1针长针，4针锁针和1针长针。往下钩织4针锁针间隔，接着往左跳过6针长针的位置，挑下一针钩织长长针的正拉针，钩针绕2次线，在前方从对应一针的右侧穿入，左侧穿出，然后按照长长针的钩法钩织。完成长长针正拉针，接着钩6针锁针间隔，挑同一位置再钩1针长长针正拉针，我将2个长长针正拉针和之间的锁针看作一个长长针拉针花样。往下钩织4针锁针间隔，接着往左跳过9针长针，
挑下一针，钩织，长长针拉针花样。先钩一针长长针，再拉针。6针锁针间隔，继续在同一个位置钩长长针，再拉针。完成长长针拉针花样，后面钩4针锁针间隔，往下跳过8针，锁针位置不钩织，后面挑花片的连接处，这里挑这一行大致对应的位置，入针钩织长长针拉针花样。往后大家参考图纸，挑花片倒数第2圈大致对应的位置或者连接位置，钩织长长针拉针花样，花样之间都是间隔4针锁针。继续往下钩织。到了下一个拐角，这里方法与开始的拐角相同，挑锁针动眼处钩织1针长针，4针锁针，1针长针，1针锁针，1针长针，4针锁针，1针长针。完成了拐角，后面边的位置按照前面这条边的方法钩织，往后拐角的位置按照这里的方法钩织。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继续钩完剩余部分。钩完最后一个边，在起立针的位置拧拔，拉紧，
断线。第一圈完成，后面的第二圈都是调锁针动眼钩织对应的针法，期间遇到长长针拉针花样之间的锁针位置，需要调下方花片的短针位置入针，同时包裹上一圈的锁针。第三圈时，短针位置需要钩织不拉紧引拔针，其余位置调针目对应钩短针。第四圈都是调上一圈的对应位置入针，遇到不拉紧引拔针就调其辫子，其余位置调针目的后半针入针，拐角调针目入针。往后几圈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这几圈钩完。完成后钩织第5圈，先在拐角居中的动眼入针接线，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同一个动眼钩3针短针，往下调相邻锁针的动眼，钩织一针不拉紧引拔针，然后钩4针锁针，同一个位置钩织长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先钩织5针长长针，然后放开线圈，从这5针中的第1针针目穿入，将放开的线圈勾出，织物向前凸起，然后钩一针锁针固定，完成长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然后钩4针锁针，调下方动眼，钩一针不拉紧引拔针，我将这个动眼的针法看作爆米花花样，接着跳过相邻长针的位置，调后面一针钩织短针反拉针，钩针从后方穿入相邻一针的右侧缝隙，从左侧缝隙穿出，向后挑起了对应一针，然后绕线将线勾出，接着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完成短针反拉针，相邻继续钩织短针反拉针，从对应一针的右侧穿出，穿入左侧，按照短针的钩法钩织，完成短针反拉针，往后一对应钩短针反拉针，直到下一个长长针位置前。到了对应位置，往下跳过长长针，调锁针动眼，钩织爆米花花样，也就是先钩一针不拉紧引拔针，然后钩4针锁针，一个长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
接着钩4针锁针，再挑动眼钩1针，不拉紧引拔针，完成爆米花花样。往后长长针位置不需要钩织，挑之间的锁针动眼钩爆米花花样，其余位置对应钩短针反拉针，拐角中间的动眼对应钩3针短针。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剩余钩完即可。最后完成后，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紧拔，之后断线，线头缠到背面即可。此时第5圈的方法就讲解完了，同时第2次钩边部分就讲解完了。到这里，躺姿主体就讲解完了。完成后的主体如果不太平整，可以用熨斗在背面熨烫一下。下面制作和安装装饰分为花朵装饰和图案装饰。先钩织花朵装饰并安装。花朵采用环形起针，先进行起针，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往下钩1针锁针间隔，接着调起针交替钩织1针长针和1针锁针，钩5次。完成后收线圈，最后在起立针上紧拔。拉紧，这里不需要断线，处理一下线。线头放置一旁。此时第1圈完成，接着钩第2圈，在上一圈锁针动眼里接线。然后钩织2针锁针，同一个动眼钩织3针中长针，完成后钩2针锁针，调锁针动眼，钩1针拧拔针，稍微拉紧。我将这个动眼钩织的针法看作一个小花瓣，往下挑相邻动眼，钩1针拧拔针过渡。过渡拧拔针不需要拉紧，然后钩织一个小花瓣，也就是钩2针锁针，3针中长针，2针锁针，1针拧拔针，
完成一个小花瓣，后面分别调锁针动眼对应钩花瓣。钩之前都要先钩一针拧拔针过渡。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继续往下钩织。钩完最后一个花瓣，在开始花瓣的动眼里钩一针拧拔针过渡，然后拉大线圈，预留一点线头断线，线头钩到背面，然后将线藏到织物里面即可。此时第2圈完成，往下钩第3圈，使用第1圈的线进行钩织。按照反拉针的入针方法，穿入起立针，将起立针向后挑起，绕线将线钩出，立一针锁针起立，对应钩一针短针反拉针，后面钩2针锁针，相邻继续挑第1圈的长针，钩织短针反拉针，之间2针锁针间隔，继续往下钩织。最后在开始短针反拉针针目上拧拔，拉紧不断线。此时第3圈完成，继续钩第4圈，先立一针锁针起立，挑下方对应钩一针短针，接着挑相邻动眼钩织一针中长针，3针长针，一针中长针，往后短针反拉针位置挑齐针目，钩短针，锁针动眼钩织一针中长针，3针长针，和一针中长针。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织。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拧拔，拉紧，往下需要预留一点线头，再断线，先钩一针锁针固定，然后预留15厘米左右，断线，拉紧，其余线头藏到织物里面，
最后的线头保留，后面用于缝合。此时一个花朵就钩织好了，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数量的花朵钩织完成。完成后进行安装，这里安装在第一次钩边叶子之间的间隔处，具体位置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往下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先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然后挑背面，第一圈的位置缝几针，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就可以。先将线穿到第一圈的位置，完成后将线藏到背面，边藏边打结固定。大家可以多藏几针。这样一个花朵就安装好了，其余花朵按照同样的方法安装到对应位置即可。此时花朵部分就讲解完了。最后制作和安装图案装饰，有2个鳄鱼的五官、犄角、礼物盒装饰、小鳄鱼手臂和帽子组成。先来讲解五官，这里2个鳄鱼的部分五官大小稍有不同。我先讲解大鳄鱼的五官，由眼睛、腮红、鼻孔、唇线和牙齿组成，其中部分需要钩织后安装到对应位置，部分直接在织片上制作。先来讲解眼睛，分为眼白和眼球。先钩织眼白，这里左右眼大小略有不同，同时我这里的左右是指织物正面对着自己时的左右。先讲解左眼白，采用锁针起针，然后沿着起针钩织一圈，请看我演示。先参考图纸锁针起针，钩织对应针数的锁针。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折回，从右往左数的第5个锁针开始，调锁针的上方一根线，钩织1针长针，后面继续调锁针上方一根线，钩7针长针。
之后，调锁针的这一侧针法入中位置进行钩织，从左侧一针长针的入中位置开始，先钩一针长针，注意边钩边藏起针的线。之后挑相邻锁针的2根线，钩6针长针。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拉不拉紧都可以。然后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此时左眼白就完成了，继续钩右眼白。先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参考图纸钩织对应的锁针。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往下挑右往左数的第4针，调锁针的1根线，钩1针中长针，后面继续调锁针位置，钩织5针中长针。之后调锁针的另一侧钩织，从相邻1针中长针的位置开始，先钩1针中长针，然后挑相邻锁针的2根线，钩4针中长针。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同样拉不拉紧都可以。然后预留15厘米线头用于缝合。此时右眼白就钩织好了，往下绣制眼球，先在左眼白上绣制，将织物反面朝外。起针剩余的线头可以剪掉。然后拿起对应颜色的线，取一段长线头，装入缝针。这里将起针的一侧放于左侧，然后在右下角大致对应的位置穿出，预留一点线，然后将针放于穿出的位置，用线在针上绕5到6圈。如果想要眼球大一点，可以多绕几圈线。之后
将针抽出，然后从旁边一点的位置穿到背面。两个线头打死结固定。剩余的线头剪掉或者直接放于背面即可。此时左眼就制作好了。接下来在右眼白的左下方绣制眼球，同样织物的反面朝外，绣制方法与左眼球相同，大家将其完成即可。完成后进行安装，这里先参考成品效果，摆放好位置，两个眼球朝里，然后使用预留的线挑织片边缘进行缝合。往下我演示一下缝合的方法，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位置随意。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即可。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摆放好位置后，往下挑织片与织物背面大致缝几针。最后将线穿到背面，进行缠线。大家可以多缠几针，这样左眼的安装就讲解完了。右眼按照同样的方法安装即可，大家将其完成。往下钩织腮红，先起针钩织5针锁针，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接着挑右往左数的第4个锁针，钩织1针中长针，相邻继续钩1针长针，后面钩1针中长针，2针锁针，挑最后锁针位置，钩顶拔针固定，然后预留10厘米左右断线。此时一个腮红就钩织好了，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数量的腮红钩织完成。完成后将其中一个腮红安装到左眼斜下方，这里针法纹理整齐的一面朝外，起针的一侧朝上，然后沿着边缘进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即可，大家将其完成。接下来制作唇线，使用眼球的线材取一段长线头，之后参考成品效果，在对应位置绣制小线段，最终形成一条直线。
往下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这里我随机使用一个颜色进行演示，将线穿入缝针，往下我采用轮廓绣的方法绣制，大家也可以使用自己习惯的绣制方法绣制。从后方穿入对应位置，将线拉出，背面预留一点线，方便后面藏线。之后沿着弧度进行绣制。绣到合适长度后，将线穿到背面，然后首尾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即可，注意边藏边打结，这样比较牢固。此时唇线的绣制就讲解完了。下面制作牙齿，方法与腮红相似，采用锁针起针，然后沿着起针勾一行。这里钩织的针法稍有不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其钩好，完成后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即可。之后参考成品的效果摆放，这里将尖的一端朝下，正面朝外，然后使用预留的线挑背面缝几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即可。大家将其完成之后，再在对应位置绣制鼻孔。绣制方法与眼球相同，只是这里绕线圈数为8到9圈。同样想要调整大小，可以调整绕线的圈数。大家将其完成即可。此时大鳄鱼的五官部分就讲解完了。下面讲解小鳄鱼的五官，由眼睛、腮红、唇线和牙齿组成。先制作眼睛，分为眼白和眼珠。这里眼白的第一圈方法与大鳄鱼的右眼白相同，大家将其完成之后，沿着外围对应区域钩织第二行。往下我演示一下方法。这一行用到了一个新针法，短针加针。开始先在上一圈起立针的位置接线，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对应钩一针短针，往下分别挑针目，一对应钩2针短针，相邻钩织短针加针，也就是一个位置钩2针短针，一针、2针，完成短针加针，后面继续钩2个短针加针。之后一对应钩4针短针，剩余不钩织，然后预留15厘米线头断线。
此时一个眼白就制作好了，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制作一个眼白即可。完成了眼白之后，在上方绣制眼球，绣制方法与大鳄鱼的眼球相同。绣制时将眼白的反面朝外，然后在织物往左中间一点的位置绣制即可。大家将其完成。完成后暂时不安装，这里需要将帽子先安装完成后再安装眼睛。之后到了腮红，这里可以在眼睛安装之后，再在斜下方的位置安装，也可以参考成品效果，在对应位置直接安装。方法与大鳄鱼的腮红相同，大家将其完成即可。完成后绣制唇线，按照之前的方法，在对应位置绣制小线段，形成想要的弧度即可。最后钩织牙齿，完成后进行安装，这里安装时正面朝外，尖的一端朝下，然后参考成品效果，安装到唇线的下方即可。大家将其完成。此时小鳄鱼的五官部分也讲解完了。往下讲解犄角。同样大小鳄鱼针法稍有不同，但是钩织方法相似。这里我先讲解大鳄鱼的犄角。采用锁针起针，然后沿着起针钩织一行，用到一个新针法，锁针一针的狗牙拉针，请看演示。先参考图纸钩织对应的锁针，我这里已经钩好了，接着立2针锁针起立，往下挑右往左数的第4针锁针位置，钩织一针长针，接着钩一针长长针，完成后钩织锁针一针的狗牙拉针，之后我简称为狗牙。先钩一针锁针，然后挑下方长长针针目靠前的一根线和左侧一根线，钩一针拧拔针。这里拧拔针不需要拉紧，这样完成了狗牙。之后继续挑相邻锁针，钩一针长针，两针锁针，挑下一个锁针位置，钩一针不拉紧拧拔针。这里我将起立针到不拉紧拧拔针这里看作一个小犄角花样，往下继续钩织3针不拉紧拧拔针。然后钩织一个小犄角花样，先钩2针锁针，然后钩一针长针，一针长长针，然后钩一个狗牙，继续钩一针长针，两针锁针，一针不拉紧拧拔针，完成一个小犄角花样。往后继续对应钩织犄角花样，后面还会出现大犄角花样，就是针数略多，针法与之前一样。这里无论钩织大犄角还是小犄角，方法都是一样的。花样之间需要钩织对应针数的不拉紧拧拔针，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继续往下钩织。钩完最后一个犄角，预留50厘米线头断线。
此时大鳄鱼的犄角就讲解完了。接下来讲解小鳄鱼的犄角，方法相似，先锁针起针钩织对应的锁针，这里我已经钩好了，之后立2针锁针起立，往下挑右往左数的第4个锁针位置，钩1针长针，相邻继续钩1针长针，上方钩1个狗牙。这里的引拔针是挑针目靠前1根线和左侧1根线入针，完成狗牙。后面继续钩1针长针，2针锁针，相邻钩1针不拉紧引拔针。往后大家继续参考图纸钩织，最后预留50厘米线头即可。完成了犄角的钩织，下面进行安装。这里大鳄鱼的犄角，将小的一侧放于上方，起针的一侧与图案位置对应贴合，之后挑背面缝几针固定，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即可。大家将其完成。小鳄鱼的犄角，参考图案的弧度摆放，同样针数少的为小犄角，放于上方，然后挑背面缝几针固定即可。大家将其完成。此时犄角部分就讲解完了。接下来讲解礼物盒装饰，由丝带和蝴蝶结组成。这里丝带钩织方法与腮红相似，只是针法不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其完成即可。之后参考成品效果，缝合安装到对应位置，注意织物的正面朝外。完成后制作蝴蝶结，先钩织对应长度的锁针，大家将其完成。完成后拉大线圈，预留一点线头断线。之后系成蝴蝶结形状。两端的线头剪短，这样蝴蝶结就制作好了。之后使用同色的线取一段长线头，然后将蝴蝶结放于丝带的上方，挑蝴蝶结的后方，缝几针固定。两端的位置可以缝几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就可以，大家将其完成。此时礼物盒装饰就讲解完了。往下钩织小鳄鱼手臂，方法与礼物盒的丝带相同，只是针数不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完成。注意结尾预留20厘米线头，之后将织物的反面朝外，然后参考成品效果安装到对应的位置即可。大家将其完成。此时小鳄鱼手臂就讲解完了。最后制作小鳄鱼的帽子，分为帽身和装饰。先钩织帽身，往下我演示一下方法。先参考图纸起针钩织对应的锁针，之后立3针锁针起立，然后挑右往左数的第4针，钩1针长针，往下对应钩2针长针，
2针中长针，1针短针，后面一个锁针位置钩3针短针，往下调锁针的另一侧钩织，从旁边1针短针的位置开始，对应钩1针短针，2针中长针，2针长针，最后一个锁针位置钩2针长针，然后预留20厘米的线断线。此时帽身就钩织好了。往下制作装饰，先用白色的线取一段长线头，穿入缝针，然后在帽身的正面任意位置固定线头。之后，在帽身绕2圈线，再将线固定到正面。剩余线头剪掉。这里线的位置，大家也可以用胶水固定一下。之后在正上方安装绒球，可以使用胶水直接粘贴固定。如果想要更加牢固，可以使用线来缝合。拿起4股棉，我这里颜色随机，然后将线抽出1股，这里使用细针来缝。先从帽身顶端穿出，然后与绒球缝几针，之后将线在后方打结固定。
剩余线头剪掉即可。这样绒球就缝合好了。最后钩2条锁针辫子，具体长度参考图纸，大家将其完成。全部完成后，下面进行安装。这里先安装辫子，将辫子的一面朝上，然后参考成品效果摆放好位置。接着使用一段同色的线，挑织物的背面与主体缝几针固定。缝合前可以先用胶水找几个点固定一下，方便缝合。之后将帽身安装到下方对应位置，挑帽身边缘缝几针固定即可。大家将其完成，这样帽子部分就讲解完了。之后在帽子的两侧安装眼睛，斜下方安装腮红就可以。此时装饰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到这里，整个毯子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